嗨，各位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4年3月8日。首先祝福所有的妇女朋友们妇女节快乐。今天有一则新闻，有很多的媒体都有相关的报道，就是国防部长邱国正先生他有讲，国军更改了第1级的界定，修改的时间主要是在2022年美国众议院议长裴洛西女士他访问台湾之后，由于中国提高了对台湾的灰色地带的侵扰，所以国军将它的第1级的相关规定做了修订。首先我们要解释一下什么叫做灰色地带，就是在承平时期跟战争时期这中间的过渡阶段，其实并没有那么明确的一个界定，因为看起来好像战争要爆发，可是又没有爆发，存在了很多的摩擦。主要是他在立法院备询的时候，有几位委员有提到，像沈伯洋老师都有提出相关的现在灰色地带的这种作战，其实是中国对于台湾在空间上面的压迫。而邱部长所讲的第1级其实也引发了很多的联想，因为在正常情况下，在台湾使用第1级大部分都是在海空军或者是前线的外岛部队，他们是否拥有被授权开火的权利。所以这个第1级在台湾这边的解读就是谁可以先开火。那在以前的想法都是敌人先开火，我们还击，就是我们是被动的。可是这样子在战术上你就陷入了被动，甚至会影响到你在战略上你也陷入被动。所以邱部长主要讲的是说，不见得对方要先开火，而是对方假如他的航空器或者船舰它超出了某一定的界限之后，我们就可以开火。它主要表达的是这一个概念，而且国军相关的准则跟要纲也一并做了修订。其实这个问题是沈伯洋老师他在质询的时候提出来的。整个影片的过程，当然邱部长不会很明确的回答某些答案，譬如沈委员问说，现在在金门发生的这些三无快艇，它侵扰我们的限制水域或者禁止水域，这样算不算灰色地带作战？那邱部长回答的当然是尽量能够避免擦枪走火，所以基本上我是可以接受他的说法。当然沈委员问的也非常的好，所以这个回答里面最重要的就是我们不会被动的等对方开火我们再回击，而是当他有超越了原本默契或者界限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先开火。所以这件事情已经先抢回了一定的主动权，这件事情也非常的重要。当然也有学者有不同的看法，因为第1级这3个字啊，其实在台湾当然是率先开火的权利，可是在国外的第1级其实它并不是跟我们所想的概念是相同的。首先我们来介绍美国跟其他国家称的第1级，其实大部分他会先考虑到的是核战上面的第1级，就是当敌人发动攻击的时候有这些迹象，那美国他就会先对敌人发动攻击，先发制人。而且这个在核时代这一个非常重要，因为这个往往是核战爆发的前奏。当然它可以应用在传统战争中，就是美国先发制人，对敌人的军事设施或者部队发动攻击。所以像以色列他就经常会使用第1级的战术，先发制人，瘫痪他有威胁的敌人。美国的第1级战略通常是根据以下几个因素来制定的，包括敌人的军事力量、敌人的战略意图，还有美国的军事力量跟美国的政治意图。而且第1级的战略可能会对国际的局势产生很大的影响，所以美军在制定跟实施第1级战略的时候都非常的谨慎。所以在冷战时期，美苏两国双方都拥有大量的核子武器，都是为了防止对方先发动核子攻击。而且美苏两国都制定了第1级的战略，使得两边发生核战的风险一直很高。当然双方也后来建立了热线来进行联系，来降低相关的风险，还有最后的现武谈判
这都是人类他有智慧的思考之后所做的一些避免风险发生的举动。所以像波湾战争，美国也是实施了第一级的战略。不过像美国这些国家，因为它是民主的国家，所以它就必须要透过宣战还有国会的表决这些程序，不管是事先还是事后的作为，来让它的法律程序来完备。当然美国的海军陆战队它是可以不经过国会的允许，直接在美国总统的指挥下就可以先进行相关的动作。所以美国的第一集大部分讲的都是核战略里面的先发制人的原则，那主要就是防止核战的发生，还有万一核战发生了，那美国会保护美国自己还有他的盟国免受核子攻击，这个就是核保护伞。所以美国也常跟他很多的盟国沟通，就是他们不一定要自己发展核子武力，而是在美国的核子保护伞之下受美国的保护。在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他后来也修订了他的第一级的相关条件，当然也是基于先发制人，所以包括他的洲际弹道飞弹、潜射的弹道飞弹，还有战略轰炸机，甚至包括战术核武跟低当量的核子武器。俄罗斯的核战略目标是防止核战争的爆发，或者是如果核战争发生，可以对敌人造成无法接受的损失。这概念类似于冷战时期的保证互相毁灭。中国的第一级当然也是核战略的一环，就是它不首先使用核子武器。中国它有向世界来表达，核子武器是人类的公害，任何国家都不应该先使用核子武器。不过有的时候中国做的事情跟他讲的不一定会一样，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还是要料敌从宽，对他保持高度的警戒。所以这一次邱部长讲的东西可能跟交战守则比较类似，当然在台湾仍然可以称为第一级。而在美军对于什么情况下可以对谁开火，而开火的比例原则，还有它整个交战必须遵守的相关规定，都是在交战守则里面来律定。所以在美国就有美国海军作战条例，还有陆战手册、空战手册这些文件来对交战的守则进行了具体的规定。大家一定有一个疑问，就是美军不管在空中、海上、陆上遇到有敌意的战机、船舰，在什么情况下可以开火？所以美军会依照国际法和美国海军作战条例，它开火的条件包括了对方先开火，第二是对方有明显的攻击意图，第三是对方正在对美国或他的盟国进行攻击，第四个就是对方正在对美国或者他的盟国的利益造成重大的威胁。所以在这个情况下，美军的指挥官会根据现场的情况做出判断。譬如在空中，假如对方的战机向美军的战机发射飞弹或者炮弹，那美军的战机就可以自卫还击。在海上，假如对方的军舰向美国的军舰发射飞弹或炮弹，那美国的军舰就可以自卫还击。或者对方的战机或军舰正在靠近美国或者他的盟国的领土领海，美军可以警告对方，如果对方不予理会，美军可以开火阻止对方。最后，如果对方战机或军舰正在对美国或者他的盟国的船只、飞机进行攻击，那美军就可以开火阻止对方。所以要注意的是，除非情况紧急，不然美军在开火之前必须进行警告。另外，美军在开火的时候必须要遵守国际法还有美国海军作战条例的规定。美军在空中或海上跟有敌意的战机、船舰遭遇的时候，它可以开火的流程是：第一个，识别对方；第二，警告对方；第三，如果对方不予理会，可以开火；第四，在识别对方的时候，美军会使用雷达、光学等手段确定对方的身份和意图。在警告对方的时候，美军会使用无线电、信号灯的这些手段，要求对方停止危险行为。如果对方不予理会，美军可以开火。
美军在空中或海上跟有敌意的战机或船舰遭遇的时候，必须要冷静谨慎，只有在符合国际法和美国海军作战条例的情况下才会开火。所以印象很深刻的就是 Top Gun 的第1集里面，一开始他们遭遇了不明飞机的入侵，虽然他们被锁定了，可是由于对方还没有开火，所以他们也没有办法开火还击。所以刚刚指挥官跟他们讲说，除非对方有开火，不然我们不能开火。当然在立法院质询的时候，有委员问到两岸是否会动武，邱部长是说他认为已经濒临了这个状况。不过这几天并没有看到美国不管是白宫或者是国务院有出来喊话，所以我认为情势并没有严重到这个情况。不过其中邱部长说两岸情况严峻，他每天都睡不好，就让我想到了这一位麦纳喇嘛，他是美国史上任期最久的国防部长。假如有看过电影《惊爆13天》，就是讲美国跟前苏联的古巴飞弹危机这个背景，当时的总统是甘乃迪总统。印象很深刻，在电影里面麦纳马拉他说了一句话，说只有弱者才会睡觉。听说他每天睡觉的时间非常的短，这也让我非常的羡慕，因为我每天都觉得睡不够。所以希望邱部长在520之前能够坚守岗位。而国军相关的第1级这些规定的修订，我们是持正面的肯定，因为我们不能陷入被动，我们应该保持一定的主动权。所以假如对方太超过，我们一定要强硬起来。好了，今天就针对频道有朋友提出说这几天立法院的质询有没有亮点可以让我们大家来学习，所以我就挑了这一则有关国防部改变第1级的要件，再一次提醒中国不要太超过，不要以为我们台湾是好欺负的。也请大家一起支持海巡，支持海军，支持空军，支持国军，确保我们的家园。感谢大家今天的聆听，我们下次再见，拜拜。